台湾呢有一个地方外国人不是很喜欢去，那个地方叫做银行。我今天要说的故事呢，事件呢，就是发生在我朋友身上。我觉得很多外国人在台湾工作都有相同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在台湾工作，在台湾就学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生活上面的需求，他们需要办信用卡这件事情。但是呢，在台湾基本上，不管你在你的原属国家是财力有多么的丰厚，但是你来台湾的那一刻，来台湾就读就学的那一刻，你的信用就是从零开始，没错，从零开始。然后在这整个申办的过程之中，你还有一个关键就是需要台湾籍的保证人，他们才会让你继续做下一步的审核，不一定会过哦。所以这过程会非常的坎坷，基本上是要避免非常流行的诈骗事件。对，这近几年在台湾诈骗事件非常的泛滥啊，这非常需要大家去做关心，以及大家要有警觉意识。然后你们在申办的过程之中，需要台籍的保证人，信用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系统为什么要说系统呢？我们在用网络银行的时候，不是都要用 apps 吗？然后你在输入或者是输入你的名字，或者是在输入你的 ID 的证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办法认知你到底是谁，因为这个系统基本上是为台湾人设计的，所以它只认台湾的 ID。然后如果你没有台湾的电话的话，台湾的手机号码的话，你是没办法做任何的网络认证的，你会需要台湾的手机号码。再来就是你去临柜办理的时候，台湾的英文 service 并没有那么的普遍以及普及，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一去银行要办理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可能都需要花上2到3小时。你知道，一天24小时已经不够用了，然后你会知道说，你一去银行办随便一个文件，你就要在那边待2到3小时，非常的累，而且你不一定是在同一个柜完成，你可能这个柜完成了，你再过半小时，你还要再去另外一个柜，要不然就是你今天申请的这一份文件，它会叫你2、3天之后再回来一次，这样整个流程你可能只需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间点，你就要花了2个礼拜，这非常的没有效率。所以呢，台湾的政府听到外国人的哀嚎了，然后他们在今年2026年的6月初就发布了新的一个对于外国人非常良好的一个一站式外籍金融服务。为什么我需要跟大家讲这一件事情呢？因为如果你有以上的困扰，你有想办信用卡，或是在台湾做一些理财规划，这些都可以帮助到你。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请你一定要把影片看完。对，我会教你怎么做，然后教你怎么去申请，告诉你哪些地方你可以去。到底有哪些人受惠这样的服务呢？有3种。第一种是你在台湾已经工作长期的人，因为你在台湾的消费变高了，你的资金需求在台湾需要流动率非常高的时候，而且你的单笔消费也比以前高了，这样的情况下，你会需要更多的金融服务，好比说可能这个阶级你就需要用到信用卡了。再来是你在台湾已经决定之后要长居了，你不一定只是工作，你可能找了1个伴在台湾，那时候你就需要理财规划，比如说可能你需要保险的服务啦，或者是你需要投资的服务啦，这时候在台湾已经有开始这样的机制了。那我希望你在后面在备齐资料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些你需要带哪些文件，这样对于长期居留在台湾的人就会有理财规划的需求，可能你需要买房，可能你需要买车，可能你需要贷款的，这种就是一种的理财规划。接下来就是在台湾就读的学生，外侨生，你在台湾就读，可能你读个研究所3、4年，比如说你想做 part time， 可是你并没有找到比较好的打工机会，可是你的财力确实是
你口袋非常深，所以你需要证明的时候，这时候你不一定要用台湾的银行本了，你还可以用你原属国家的银行本去做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去做还款啦，你有这个能力去做这项服务，你要证明自己你有那个能力，这项服务就受惠于这3种人。那我现在就要告诉你要去哪里申请，你要备哪些文件，你要去哪些地方，这些我都会告诉你。如果你有疑问，你就告诉我，你可以留言，我直接在下面回复你，也没有问题。第一个呢，你需要备齐文件。那么有哪些文件要备齐呢？我会贴在贴文上面，你们有空的话，想要做一个 checklist 的话，那就往那边看。对，然后我这边大概说一下，你们大概需要备齐哪些资料，这样你过去的时候，你就不会手忙脚乱，或者是哇，我下一次还要再去一次，你倒不如一次把它备完。在台湾呢，有6家示范银行，其中有17家分行在做这项的服务。重点来了，并不是全台湾的银行都有这样的服务，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到底有哪些分行比较靠近你的住家。为什么我要特别这样讲？是因为在做这些服务的时候，最怕你漏带文件。你漏带文件，你就要再去一次，然后你去一次，你发现文件带不对了，你又再要去下一次，这样会非常的麻烦。你倒不如就一次看完，然后去看我的贴文那边，然后有那个 checklist， 你就准备一下这些资料，你能备齐多少就备齐多少，这样你去那一边，你一站式的全部一次做完。为什么叫一站式呢？它的意思是就是 all in one。all in one 它服务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你一过去，你先预约好，一过去就坐在那边，到你的号码就坐在那边，专门属于你的柜台，而且那个柜台的服务人员是会双语的，也就是说会英文的，你就不用担心你需要什么。我要办信用卡，我要办开户，我要办外币账户、台币账户，这些全部都办齐了。那你之后有什么其他的服务，你就先在那边规划，你的资料都给他了，现场不到1小时就帮你全部办完了。 Why not？ 这项的服务非常好，叫你搞不好就去这一次，你之后就不用一直再去银行去做设定啊，比如说要从电话费或者是你的水电费从你的账户直接扣款啊，或是这种自动转账，或是这种约定账号服务。为什么我要讲约定账号服务？是因为有些外国人会需要汇钱给家里，那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困扰。我没有做任何的设定，然后如果我要去汇钱给家人的话，每一次我都要去银行写 paper。但是如果你全部都设定好的话，其实你就之后就在网络银行手机转一转就可以 send 过去了，这样会省去你非常多的时间，省去你非常多的麻烦。所以这项服务你们基本上一定要把握。有哪些资料要带呢？第一个，你的 ID， 你的 APRC 或是你的 ARC， 你这些全部都要带，或者是你有Gold Card， 就是你的就业金卡，这些全部都要带过去，要证明你是本人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Passport， 你的护照，这个千万一定要带，因为这是 double check 你的 ID 跟你的本人名字。你不要想说我前面有姓氏，然后中间名，还有后面最后的名字，我就随便选一个。不，台湾银行是非常严谨的，它要你每一个字都对得到，正确的对到你的所有字、所有的字母，以及它有没有空格，这些都非常的严谨，因为它要确认你是本人。第二个是护照，那第三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财力证明。你有任何可以证明你在原属的国家，像是银行账本资讯啊，或者是你就印出来你在你的原属国家的银行的对账单，确认你在国外，你在原属国家是有资本、是有资金的。这对于高薪资的客群来说，好比说就是专门带钱过来台湾去做开业啊、创业啊，这种的服务就非常适合他们，因为他们的财力雄厚嘛，
或者是不一定要雄厚，就是要证明说你除了在台湾以外，你在原属国家你有资本，你有资金，你是有财力的证明，你是有财力的，你不是从台湾工作从零开始，但从零开始也可以，但是基本上你要固定的基本薪资一直有汇钱进去，这样银行会比较放心说，你是有资金在流进你的账户的，所以你就不需要台籍的保证人了，因为你有财力证明可以去证明，在国外的缴税证明或是扣缴凭单都可以，只要可以证明你财力的，你都全部都拿来，宁可错贷也不要少贷，因为这样子你在现场就可以一次办完了。最后的就是你在台湾的目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你在台湾最怕就是你来台湾，比如说几个月，然后就走了，然后就留下一个人头账户，他们处理也很麻烦，所以他们会需要知道你在台湾。如果你是学生，请带你的学生证；如果你是在台湾工作的，请带在职证明，或者是你在台湾已经有任何的金卡，你也都带，就是你过件的加分项。这些种种的，还有一些我可能漏提到或是没提到的，请去看贴文，我的历史已经帮你准备好了，然后在出发之前这些资料全部备齐，到时候你就坐在那边告诉他你要申请什么就好了。这些资料备齐了，出发前要做两件事情，一定要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去网站上面预约。为什么要预约？基本上它是要省了你的时间，就是在那边等的时间。或许你到现场已经有其他外国人在做服务了，结果你连预约都没预约，那很抱歉，那些预约的人他们要先处理，因为他们已经先做预约了，但是你没有，你只能现场等啊。现场等你一定要算好自己的时间是不是能够等到3点半之前。第二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台湾的号码，我的意思说是手机号码。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做网络上的身份认证的时候，或者是你之后想要办线上付款的时候，它就会需要寄出那个认证码给你。然后那个认证码给你，它就会寄出你本人的手机号码。你千万不能填不是你的手机号码，因为台湾的诈骗真的非常流行。聪明的人很多，但是他们就是用错地方了。我需要在这边诚实的告诉大家，所以保护好自己，自己办一张 SIM 卡，就是要确认说你可以收得到这些认证码的 SIM 卡，这样子你在之后想要做网络的比如说网络买卖啊，或者是网络你想做订购啊，这些身份认证的过程，它就会需要你的手机号码，然后把 OPT 的那些证号那个密码就寄给你，这样子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保护，对台湾的所有银行来说也是另外一个风控，就是国民跟政府一起达成一个协议这样子。所以去之前一定要有手机号码，然后一定要去预约，这2个一定要做到。接下来就是你备好你的所有文件，这样有了解吗？那你在过去的时候呢，他们大概已经就知道你要办哪些服务了，因为你在线上预约的时候，他们会先基本的问你。那网站呢就在这里，我也会放在楼下，就是下面的说明栏位，这样你们一看就知道了。那有哪6家呢？我也会放在下面，那你就对看看到底有没有对得到你目前在台湾工作的薪资的银行，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加分项。还有一个小提醒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办信用卡的话，你可以特别去看一下你需要的信用卡功能是哪些，因为每一家的信用卡功能都不太一样，受惠的族群也不太一样。我希望你们在去之前呢，也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如果你们不太知道要怎么看的话，你们也可以在下面问我，我可以尽我所能的回答你们，帮助你们，让你们在台湾呢生活会比较轻松，会比较方便。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还记得上一支影片我有说到，台湾未来或者是已经在施行了，会需要非常大量的外籍人士留在台湾。未来的趋势，台湾会很需要外国人。那这一项服务就是我们的起头，我们即将对外国人就像对台湾人一样，
让你们在台湾生活越来越方便。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需求、任何的疑问，都可以跟政府说，我相信台湾政府是有在做事情的，对，或者是你透过朋友或者是你认识的人，告诉他们你有这样的困扰，或者是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那我会尽可能的在我知道的范围内帮助你们，解答你们的疑惑，让你们在台湾生活的更轻松，在台湾生活的更舒适。那我们下次见喽。